火力军做梦都没想到，在无人机整天叫嚣谁能挡我的时代，取代 A10的竟然是 F-15EX。4月底，特朗普宣布了一项极为有意思的消息，将密歇根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A10替换成 F-15EX。美军退役 A10的消息，我们之前已经聊过很多次了。在此之前，火力军的看法是，美军不会再研究新型对地攻击机，未来会由无人机替代 A10的位置。很明显，这句话只对了一半。新型对地攻击机的确没有出现，但是在继任者上，美军却搞起了骚操作。无人机没能接替 A10，而是 F-15EX 成功上位。就火力军而言， F-15EX 取代 A10 在性能上的确没问题，但如果综合考虑的话，这就是一个败笔。美国空军退役 A10 早就已经提出了，毕竟 A10 属于空军的编制，任务却是给陆军这种3等人打工。飞行员也对 A10 不感冒，相比那些空优战机， A10 太过笨拙，执行任务时需要低空飞行。虽然防御能力很好，但看着敌方高射炮的子弹在自己脸上飞，没有一个飞行员会喜欢这种感觉。所以从2015年开始，美国空军就一直找机会把 A10 淘汰掉，给其他项目腾资金，但国会与陆军都不愿意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没有替代品。直到2023年，因为机体老化、维护成本上升以及成本效益等问题，美国空军开始成规模的退役 A10， 并希望在2030年之前退役所有的 A10。不过 A10 退役之后，对地支援的需求依旧存在，需要有人接替 A10 的位置。在此之前，火力军的想法是无人机，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使了，比 A10 便宜还更有效。结果到2025年4月底，火力军就被啪啪打脸了，美军竟然使用 F-15EX 取代 A10。4月29日，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塞尔弗里奇基地宣布，该基地将接收一个中队的波音 F-15EX， 以取代即将退役的 A10。这个消息流出之后，密歇根州当地官员脸都笑花了。好事啊，天大的好事，纷纷称赞特朗普，表示其拯救了塞尔弗里奇基地，并为密歇根州带来了就业机会，促进经济发展。这点的确没错，战机的维护、保养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等，都将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。当然，重点还是军事层面的影响。从老旧的 A10 替换为先进的 F-15EX， 无论是防空作战还是多用途作战能力，都将上一个台阶。就对地支援性能来看， F-15EX 要远超 A10。实际作战时， A10 的任务就是填地，凭借着大载荷与防御力以及机头的复仇者30毫米机炮，在低空飞来飞去，看见敌方目标后就直接来一套升天死炮。在战力这方面，一架 A10 就能摧毁一个坦克营。相比之下， F-15EX 的性能更强，该机属于 F-15E 的升级款，无论是作战半径还是载荷都是吊打 A10。为了提高载荷， F-15EX 放弃了隐身能力，主要提高弹药挂载能力和发动机性能。其他类型的 F-15战机采用机械式操纵系统，主要追求隐身，专注于战机的导弹打击能力。但是由于机身俯仰稳定性的影响，第一、第9挂点无法使用。而 F-15EX 选择了放弃隐身，并改为电传操控飞行控制系统，使用电子接口取代了机械飞行控制，重新启用第一、第9挂点的同时，保证了机身的俯仰稳定性能，并将发动机从 F100PW220 换成了 F10GE129X， 动力大幅提升。加上大量轻质复合材料和新型结构， F-15EX 的航程从原来的3860公里提升到了4814公里，载弹量从 10.43 吨增加到 13.38 吨。相比之下， A10 载荷仅为 7.2 吨，即使全程亚音速飞行，航程也不过4000公里。单就载荷来看， F-15EX 几乎就是 A10 的2倍。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军这是想以一架 F-15EX 取代2架 A10？ 至于机炮， F-15EX 的确不如 A10， 但说实在的，在现代战场，机炮这东西是真没用。F-15EX 的机炮是 M61A1 火神，口径20毫米， A10 则是 GAU-8A 复仇者，口径30毫米，差了10毫米，威力自然不同。只是机炮打坦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威力再强，打不到目标也是白搭。当前的乌俄战场，乌俄双方的预警机、野战防空系统都不是很充足，但低空丢那些非制导炸弹几乎可以看作自杀式攻击。在这点上，俄罗斯有很大的话语权。
如果使用机炮执行对地攻击，那就是送人头。美国之前想要将 A10 送给乌克兰，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乌克兰不需要 A10。就当前的作战情况来看，在没有完全获取制空权的情况下，想要执行对地支援任务，就只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精确制导武器。载荷、战机作战系统才是重点。所以 F-15EX 取代 A10 性能上完全没问题。除开对地攻击任务 ，F-15EX 的航电系统和信息化能力也比 A10 更强，可以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战场环境，既能执行防空任务，也具备多用途作战能力。但即使如此，火箭军依旧要说这是一个败笔。从价格与作战限制上来看 ，F-15EX 取代 A10 完全没必要。F-15EX 取代 A10 之所以是败笔，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产量与价格。美军采购的98架 F-15EX 该如何分配，早就决定了。俄勒冈州、加利福尼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将各获得一个中队，以替换 F-15CD。日本冲绳的加手纳基地将接收2个中队，以上每个中队分配18架 F-15EX， 剩下的8架则用于测试、训练和备用。现在美军在塞尔弗里奇基地新增一个中队的 F-15EX， 数量为21架，增加需求也就意味着原有分配计划改变，或者采购更多的战机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军更倾向于后者。在4月29日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推进了一项新国防计划，要在2025财年的预算之外新增1500亿美元的开支，其中专门预留了31亿美元用于增加 F-15EX 的生产。当然，这些资金究竟是加速现有采购计划，还是扩大采购规模，目前还不确定。但最有可能的还是后者。既然特朗普将塞尔弗里奇基地的 A10 换成 F-15EX， 其他基地大概率也会这样做，那么 F-15EX 的采购规模将显著扩大。美国空军最初的目标是采购144架 F-15EX， 但中间一直缩减，在2024年才确定为98架。但是在特朗普当家之后，直接大手一挥，拿 F-15EX 取代 A10。如果按照这样情况发展， F-15EX 的采购数量或许会远超144架。这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价格。就目前来看 ，F-15EX 单价超过1亿美元，已经超越 F-35A。即使随着生产数量增多 ，F-15EX 的单价也不会降低太多。详情可以参考 F-35A。为 F-15EX 拨款的31亿美元，最多也就建造32架战机，完全无法弥补 A10 的缺口。从2023年开始，美军就在大规模淘汰 A10， 到现在为止 ，A10 的数量大概仅剩100架。拜登在2024年12月签署的2025财年国防政策法案中，将 A10 的现役数量从135架减少至96架，这样就意味着到2025年9月，现役 A10 仅剩96架。到2030年，美军就计划完成所有的退役工作，而在2023年10月的时候，这个数字还是218架。当然 ，F-15EX 替代 A10， 美军不会以1:1的比例进行。但即使以1:2的比例进行替换工作，也需要100架以上的 F-15EX， 仅31亿的资金完全不够，这也是其最大的问题。单价超越 F-35A， 却只是用来替代 A10， 这谁能接受啊？甚至可以说，美军买 F-15EX 不买 F-35都有点问题。这点在 F-15那期视频里我们已经聊了。美国空军之所以采购 F-15EX， 主要原因还是飞行成本。根据推测，在采购后的15年内 ，F-15EX 的每小时平均飞行成本大约为2.9万美元，而 F-35A 则是4.4万美元。但问题在于，这是美军选择 F-15EX 而不是 F-35A 的原因，并非拿 F-15EX 取代 A10 的原因。其次 ，F-15EX 的作战也有一定的限制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A10 兴起与落幕的原因？这种专职对地的攻击机之所以能够盛行，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雷达不行。对地空目标的探测能力有限，战机的火控雷达很难探测到地空目标，这又导致高射炮、防空导弹以及短程地空导弹的作战能力相当有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专注低空的 A10 就有很大的发挥空间。碰见敌方目标后，可以先丢几个炸弹试试水。如果目标依旧存在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复仇者直接教对方如何做人。凭借着皮糙肉厚的优势，即使被敌方炮弹击中 ，A10 也能飞回基地。在伊拉克战争中，金坎贝尔上校驾驶的 A10， 在一台发动机损坏、2套液压系统全部失效，以及机身数百个小孔的情况下，依旧成功飞回基地。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，防空雷达以及红外光电观瞄系统已经填上低空盲区，在欺负一些小朋友的时候 ，A10 还能像之前那样在低空肆无忌惮地飞，
但美国当前的战略是大国作战，实际作战时，敌方的野战旅会迅速占领50公里纵深内的所有制高点，形成远中近的防空体系。空中作战时，由预警机、电子战战机执行电子压制；地面部队作战时，由野战防空系统在一旁待命。如果美军无法完全获得制空权 ，A10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结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挨揍。现在的对地支援任务主力必须是精确制导武器。F-15EX 的确可以满足这个需求，但它毕竟是一款非隐身的有人战机，而且价格非常贵，损失一架就相当于美国丢了1亿美元。美国再怎么家大业大，也不会派遣 F-15EX 独自执行危险任务，需要队友配合。在战场环境中，如果是空对空作战 ，F-15EX 可以配合隐身战机完成打击任务。F-15EX 首先在远处发射导弹，之后隐身战机凭借电磁隐身的优势对导弹进行导引，直至击中目标，也就是 A 射 B 导。空战的确可以这样，但是在执行对地打击时，如果 F-15EX 还需要队友进行护航，说实在的，不如直接用巡航导弹给对面来一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需要拥有制空权，之后 F-15EX 再向敌方阵地丢炸弹。当然，美军也可以像俄罗斯那样，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飞到前线丢滑翔炸弹。只是在强调大国竞争的情况下，美军的对手可不是空军衰弱、野战防空能力不足的国家。F-15EX 丢完炸弹后能否安全返回还是未知数。这就回到上一个问题了，必须获得制空权。但问题是在己方已经完全控制制空权的情况下，无论是武直 AC-130还是无人机都能执行对地支援任务，甚至制空气球都能来一句我上我也行。就火力军而言， F-15EX 取代 A10不如使用无人机专职对地支援任务。相比较 F-15EX，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实惠，无论是采购价格还是飞行费用，无人机的优势更明显，这点相信大家都没有异议。根据美军2024财年的预算信息来看，在空军的固定翼战机中，每小时飞行费用最高的就是 F-22A， 大约为 5.45 万美元，其次就是 F-35A， 每小时飞行费用大约为 1.75 万美元，而 F-15EX 的费用则是 1.64 万美元，不算很高，但也不算低。皮糙肉厚的飞时，每小时的飞行费用不过1万美元，更别说无人机了。MQ-9A 死神的每小时飞行费用仅为652美元。是的，大家没有看错，只有3位数，几百美元。对于无人机来说，这不是个例。MQ-1捕食者无人机的飞行费用更低。在美国2022财年的年度军用飞机飞行成本分析报告中， MQ-1无人机飞行费用是最低的，每小时仅13美元，只有2位数。除了飞行费用低，无人机的造价也很便宜。就比如 MQ-1， 基本型的单价在250万美元到450万美元。一架 F-15EX 的价格可以采购40架 MQ-1， 载荷达到了40吨，作战效能远高于 F-15EX。当然，如果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贵，无人机的安全性没有保障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，比如自杀式无人机，也就是造价几千美元，头上再带点高爆炸药。如果陆军需要地面支援，无人机也可以做到，并且比 F-15EX 的响应速度更快。如果想要地面支援，美国陆军可以成立无人机培训中心，对操作员进行统一培训，之后以营级或者连级为单位分配至每一个旅。实际作战时，每支小队可以配备1名无人机操作员，负责执行空中对地支援，或者无人机操作员在后方待命，等待前方小队呼叫支援，再派遣自杀式无人机执行打击任务。这种方式完美解决了安全性的问题，而且小型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各国都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。更主要的是，即使被击落，也完全不需要心疼。不过几千美元左右，空军也可以解放出来，不再考虑对地支援的需求。只是这种方式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：陆军是否愿意将空中对地火力支援的任务移交给陆军？美国空军自然举双手双脚赞成。作为1等人，却要给3等人干活，还要自己出钱，这不纯纯冤大头吗？但对于陆军来说，无人机的确是必需品，也可以执行对地打击任务。但如果要彻底取代空军的对地支援任务，答案只有一个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火力军还是更倾向于使用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空中对地支援任务。在没有获得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，无需担心人员的损失，加上价格低、飞行费用低的优势，这才是取代 A10 的最好选择，而不是一款性能超越 A10、价格比 F-35A 还贵的非隐身有人战机。所以让火力军来说， F-15EX 取代 A10 就是一个败笔。当然，美军将密歇根空军国民警卫队的 A10 替换成 F-15EX，
也有可能并不意味着使用 F-15EX 彻底取代 A10，而是想要填补 A10退役后的战地空缺，顺带增强一波实力。但这个想法有些站不住脚。如果想要增加实力，为何不使用 F-15EX 取代 F-15CD？ 按照美国空军最初的想法， F-35取代现役的 A10和 F-16， F-22则用于取代 F-15CD 和 F-117。但是就结果来看， F-22的生产数量太少，根本无法取代 F-15。鉴于 F-15的机顶越来越长， F-35必须承担一些空中优势任务。只是如果使用 F-35取代 F-15CD， 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和时间精力来更换现有的 F-15基础设施。于是 F-15EX 出现了，主打多用途，不仅能取代 F-15CD， 还能接替 F-15E 的任务。相比较 F-35替换 F-15CD， 使用 F-15EX 节省了30亿美元，加上飞机零部件和地面支持设备的通用性， F-15CD 过渡到 F-15EX 仅需要花费6个月或更短的时间。如果使用 F-35， 这个时间需要多3倍甚至是6倍。所以如果美军增加 F-15EX 产量的目的是用于取代 F-15CD，火力军绝对赞成，但现在是替代 A10， 根本没有必要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军使用 F-15EX 替代 A10目的是什么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